买的时候号称科技未来，退场的时候却变成巴士坟场。190辆全新电动巴士砸了75亿日元，一天都没在市区载过客，就直接集体被运去废铁厂拆解。这不是科幻片，这是2026年刚刚在日本大阪真实上演的荒谬剧。这批车到底出了什么致命缺陷？背后又藏着怎样的政治算计？今天我们来拆解这场震惊日本的世博巴士终结事件。大家好，欢迎回到我的频道和田先生，我是 Alex。今天的分享要从2025年大阪世博会说起。当时为了展现低碳环保的未来科技，大阪地铁大张旗鼓向一家名叫 EV Motors Japan 简称 EVMJ 的日本本土初创企业采购了190辆电动巴士，准备在世博会期间当作接驳主力。大阪地铁本来的算盘打得很响，世博会开幕时拿来撑场面，世博会结束后直接无缝接轨，转型成大阪市区的常规路线公车，顺便拿来做自动驾驶的实测。结果车子一上路，噩梦就开始了。在运行期间，这批巴士接二连三发生擦撞墙壁和碰撞路缘的事故。大阪地铁越想越不对劲，立刻找人来特别检查。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这批巴士陆续出现电路异常，车门打不开，方向盘转向不灵敏，甚至最核心的刹车油管居然在转弯时会跟车体疯狂摩擦。开这台车在路上，每转一次弯，刹车油管就损耗一次，随时都有刹车完全失灵的危险。到了今年年初，随机抽检更发现，用来固定车轴、防止轮子飞出去的关键结构，居然出现严重断裂的致命缺陷。这哪里是环保高科技，这根本是马路上的定时炸弹。到了今年3月底，大阪地铁终于顶不住压力，正式宣布这批车的基本行车安全完全无法评估，190辆车全数彻底弃用。这笔生意让大阪地铁当场认赔了67亿日元的巨额亏损。就在5月到6月底这段期间，超过100辆的电动巴士被大卡车一辆辆从保管厂拉走，通通运往废弃物处理厂，等待他们的是被拆解成废铁的命运。而卖车给他们的供应商 EVMJ 也在今年4月因为资金断裂，直接向法院申请破产重整，留下高达57亿日元的债务。看到这里，你一定很好奇，全世界现在做电动巴士最大的品牌明明就是中国的 BYD， 在日本也早就引进了500多辆，技术跟安全性都有长期数据支持。那为什么当初大阪地铁放着一线大品牌不用，偏偏去选一家听都没听过的初创小公司呢？这就是最精彩的地方了。根据日本地方议员和媒体的深入调查，当年负责实际运营的大阪城市巴士董事会其实非常清醒，他们开会评估后的正式提案是，我们应该采购在国内市场有丰富实际的中国 BYD 巴士，这才是最稳妥最优的选择。但是这个基层技术人员的合理提案，最后在送到母公司大阪地铁时，被一只看不见的手给硬生生按了下来。这只手来自当时日本政府的高层，当时的经济产业大臣西村康彦高举经济安全保障的大旗，公开表示，看到大阪的巴士公司想要大规模引进中国制电动巴士，他感到很有危机感。因此强烈倡导并鼓励应该要采用日本企业制造的巴士。在高层政治施压的氛围下，大阪地铁只能放弃 BYD， 转向独家采购打着日本国产名号的 EVMJ。 但讽刺的是，这家 EVMJ 根本没有自己的制造厂，他们走的是代工模式。这190辆巴士实际上是在中国本土由几家经验不足的小车厂代工制造，完成90%以上的工序后运回日本，在当地厂房装个收费系统，贴上品牌标签，就摇身一变成了日本国产车。也就是说，日本高层用政治动机排除了中国的一线大厂，结果却买到了中国3线小厂代工的贴牌并行输入车。这种为了政治正确而放弃技术审查的决定，成了整场悲剧的导火线。
这场灾难不只是企业亏钱，里边蒸发的大半都是日本纳税人的血汗钱。这批巴士的采购总额约75亿到80亿日元，其中有超过40亿日元是由日本中央政府、大阪府和大阪市的财政补助款共同买单的。为什么这么高额的政府补贴会发给一家连产量和品质都没保障的初创公司呢？原因在于当时政府的绿色能源政策商用车电动化促进项目，其审查机制存在巨大漏洞，整个审查流程几乎完全是文件审查，只要厂商在纸面上符合低碳、节能，名义上是本土企业的条件，大笔的补助金就直接发出去，根本没有派专业工程师去对代工厂的实际生产线进行品质监管。事情闹大后，日本国土交通省已经开始向大阪地铁和地方客运公司追讨这几十亿的政治补助金。这时候责任该由谁来负呢？大阪市作为大阪地铁100%持股的大股东，自然成了风口浪尖。而在大阪长期执政、一向主打打击浪费、行政改革的政党日本维新会，这次的态度却显得极其尴尬。当初推动世博是自民党中央和维新会共同的政绩，现在面对几十亿税金化为乌有的丑闻，维新会控制的大阪市政府却拒绝成立府市第三者检证委员会来进行彻底调查。现任大阪市长横山英信在面对记者连番追问时，只能含糊其辞地表示，这当时是大阪地铁自己的经营判断，至于西村前大臣的发言有没有影响，现在很难说。一向以精打细算、清除财政毒瘤自居的维新会，在面对自己主导的国家级大型活动出包时，却选择了被动和冷处理，这无疑让地方选民和舆论感到强烈的不满。这场高达75亿日元的电动巴士翻车事件，给所有现代城市和公共采购上了一堂极其昂贵的课。首先，不要让政治口号绑架技术评估。经济安全虽然重要，但公共运输关系到成千上万乘客的生命安全。放弃全球有成熟实际的一线品牌，盲目追求名义上的国产，最后只会买到劣质的贴牌产品。其次是代工模式的公共采购盲区，允许没有生产线的初创企业承接大型公共基础设施，若缺乏对实际代工厂的实地品质控管，最终的风险必然由全体市民来承担。最后是补助金审查必须实质化，光靠文件审查来发放高额环保补贴，只会吸引投机企业前来割韭菜，根本无法真正推动产业升级。高大上的低碳环保理念，最终却变成了废铁厂里被粉碎的废料。这场世博电动巴士的短命历史，撕开了政治干预与公共采购漏洞的残酷现实。这几十亿税金的损失，最终还是要由地方财政和日本的纳税人默默吞下。你认为在公共基础设施的采购上，到底是政治正确、坚持国产重要，还是技术成熟、安全第一重要呢？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如果你也喜欢今天这期中肯深入的实时拆解，记得帮我点个赞，订阅我的频道和田先生，并开启小铃铛。我是 Alex， 我们下期影片再见。